美国制裁中国的医学研究机构，而脑控这个罪名又是怎么来的？这次又是谁给美国的所谓机构们提供了弹药？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商务部16号宣布，将34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违反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实体清单。其中呢，特别受到媒体关注的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有11家研究机构。美方指控中国这些机构利用新兴的生物技术来支持未来的军事应用，包括什么资助基因编辑、人类的性能增强、脑机接口，还有这个生物材料研究等等。而美国商务部这套说法里边，脑机接口这个话题呢，被美国一些政客还有所谓的人权机构拿来大做文章，说中国发展了一种神奇的技术，就是利用电磁波可以远距离控制人的思想，就侵犯了人的思维自由。这个人权组织这么一通嚷嚷啊，美国媒体倒是说了一句，表示听不懂你们人权机构在说什么呀，扯了半天脑控，你一点技术细节描述都没有，天知道你讲什么呢？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明白了两件事。第一，美国这些人权机构的人呢，基本上是半文盲科盲。第二，这些人权机构在国内有盟友，而且对中美两国来说，这个所谓盟友都是猪队友。我们先说脑机接口是什么？这个呢，就是中国、美国、法国、德国等等大国都在搞的一个技术，就是通过人脑神经和具有高生物相容性的外部设备建立一个直接的连接链路，实现人的神经系统和外部设备之间的信息交互，还有功能整合。也就是说，可以帮助人用我们的神经系统直接控制各种设备，或者呢，用设备提高我们大脑的这个信息处理能力，比如记忆力等等。那么玩游戏的同志都知道啊，很多科幻影片、科幻游戏里边都有植入体啊、脑插呀，这些科幻的来源其实就是这种接口技术。军委科技委颠覆性军事技术丛书里边呢，就有一个分册专门介绍脑机接口。我看那个初稿到目前呢还没有完成，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就开始审稿了。审稿的时候呢，我跟大家提前打招呼，看看这个书什么时候能上市。所以选择这个作为发展方向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而且美国人自己打算把脑机接口用于军事领域，1974年就开始了，凭什么说我们呢？然后呢，我们再看看为什么美国的某些人权组织是一群文盲科盲，他们这帮人不知道什么叫脑机接口，然后在网上胡乱查一点资料，就嚷嚷说中国政府用电磁波来控制人的思想。如果我们真有这个技术，那倒好了，何至于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餐厅里抽烟、过马路闯红灯？我们一个脑控设备不全管住了吗？中央还何至于什么打击腐败分子两面人？何至于还有这么多公知啊？我真要是有这种脑控设备，这些人通通都消失不见了。至于说这个海外人权机构在国内的所谓猪队友数量还很多，我在我的评论区里边呢还见到过一个，这些人特点就是基本没有任何的科学素养，或者说是精神有毛病了，加上一群民科还有伪科学骗子在里边是胡解释，在里边煽动。那么这个群体的观点和行为呢，就是指责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对他们进行脑控，拿他们做实验，导致呢自己身体被控制，身体不舒服。有些人说到能够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等等。其实这帮人脑子也不想想，真要是自己被脑控了，还能跳出来反对吗？大家现在网上去查，百度一下吧，就百度脑控2个字，还能看到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文盲科盲、受害妄想之类的言论。从2015年开始，他们在网上活动频繁，又吸引了一群奸商在里边骗这些人买所谓的治疗设备，所以呢，这些人在网上搞的也是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啊。而这些个各种所谓指责中国政府的文字，就被美国那些所谓的人权组织给抄过去了。他们觉得自己好像通过中国网络还挖到了一个侵犯人权的大材料，只不过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挖的就是一群精神病患者。所以不管是这群所谓的国内的脑控受害者，还是国外的那群所谓的人权组织，这两拨人看来平时都是看了太多的漫威电影，或者是玩多了红警2有理的复仇。好，关于美国人指责的脑控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觉得美国有些组织的智商真的应该好好控一控。今天的话题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